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过了5天，马桶人第62集终于出了。这集有超级多的细节和彩蛋，马桶人也多了好几个新角色。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62集所有的剧情和细节彩蛋吧。看在我为大家爆肝做视频的份上，求你们了，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开始。视频一开始就看到2位监控人工程师正在修复一位受伤的监控人，在他旁边还能看到一个已经碎掉的马桶，证明了这里在这之前联盟也有和马桶人有一场战争，不过他们暂时取得了胜利。监控人工程师使用他的电焊枪一直修复监控人的身体。喂，你的电焊枪是在修复哪里啦？这样修复有效吗？哎，当我没说。这里暂停来看一个细节，这个监控人工程师的头有一排字，这行字是不是很熟悉？把它倒过来看，我果然没看错，它就是《侠盗猎车手5》里面的私人保安公司 Group 6。我查了一下，游戏里面 Group 6的摄像头也都长这个样子。终于找到监控人工程师的原型啦！还有，你们不是很好奇监控人怎么喝水吗？那这里放大给你们看。监控人醒后，镜头转到了2楼，一个大监控人走出来，把一个半死不活的马桶人丢了出去。下面的大监控人接住了他，再把他丢给巨大音箱人。看来联盟现在也会用丢接球的方式来侮辱马桶人了。巨大音箱人随后用音波把马桶人震了出去，直接爆炸了。随着女音箱人的出现，看来音箱人阵营也开始学会怎么使用他们的音波了。大监控人摊开双手，直接 What the fuck？ 音箱人也很无奈，他自己的音波功都还没像女音箱人那样出神入化，当然会失手了。这里暂停一下，后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又有槟榔树，这肯定就是槟榔树吧？应该不是什么椰子树之类的吧？第61集槟榔树也有出现，不过这里的场景和第61集又好像有点不一样。之前我猜测61集的地点是在东南亚，不过这个地方怎么看都不像东南亚，它比较像中东国家，叙利亚还是伊拉克之类的。你看，还可以看到槟榔树。大家如果有看作者早期的影片，有一部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马桶人的，这个地方和第62集的一模一样，连建筑上的海报也一样。影片后面可以看到总统马桶人带着美国军队攻击了这个小镇，作者应该是讽刺当年奥巴马在位的时候带军攻打伊拉克的场景，所以这个地方很大可能就是伊拉克。我们回到剧情，远处一阵爆炸，一个监控人朝着视角主角跑过来，他正在被4只马桶人追赶着。放大来看，这4只马桶人好像全部都戴着耳机，前方还有2个监控人和1个音箱人，他们也很奇怪，完全不帮忙，就只是静静的站在原地观看。看到这辆蓝色的车吗？它的车牌号是 K24724。作者这次加入了这么显眼的车牌号码，可能是要表达某些东西，这一个我们等下再分析。接着上空也有3架直升机马桶人飞过，仔细看的话，他们也是全都戴上了耳机。过了不久，一团黑雾出现，我之前还在想，这么大团黑雾肯定是泰坦电视人回来了，结果是马桶博士。第60集我就说了，博士出现后不是爆炸的烟雾，而是他瞬移过来的黑烟。还有人不相信？哎，这一次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博士的身体，他的爪子非常的巨大，一爪下来直接让那一堆监控人和音箱人领了便当。这样看的话，可以确定了博士是用蜘蛛爪子在走路，而不是飞在空中，所以加上爪子的高度，应该真的有比 G-Man 高2倍吧。随后博士看向了视角主角，朝他发动了音波攻击。看到这里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的马桶人都要戴耳机，原来都已经计划好了。他这里使用的音波似乎比泰坦电视人使用过的还要强。我在上一期联盟10大最强武器有说过，泰坦电视人可能没有把这些音箱真正的实力给发挥出来，而马桶博士现在装上了泰坦电视人的音箱，他也会利用这些音箱来攻击联盟的成员。还好给我说中了，不用被打脸了。博士的音波攻击非常的猛，震的视角主角都看到了像素。如果我们回看之前泰坦电视人的 THX 攻击，视角主角看向泰坦时也都会出现类似的像素，不过当他的视角转移泰坦时，像素就不见了。这里博士攻击视角主角的时候，像素更为明显，就算视角主角转过了头，他所看到的画面还是非常的模糊。我相信有人会说，这是因为泰坦电视人没有直接攻击主角，所以他看到的像素并不明显。这个我认同一半。
可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当博士发动攻击时，音波的威力都导致了音箱看起来变形了。泰坦电视人使用 THX 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那么强的音波出现，所以我认为博士使用的音波攻击还是略强于泰坦电视人的。你们怎么认为呢？视角主角在濒死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一个耳机出现在地上，后面还可以见到一双脚，这双脚应该是巨大音箱人的，因为他刚才从后方跑去。不对，巨大音箱人的脚不可能那么小，这双脚非常的可疑，而且他能够那么淡定的走掉，完全无视博士的音波攻击。他到底是谁？这个我们等下再说。视角主角戴上了耳机，才扛下了博士的音波攻击。2个监控人从高处掉了下来，其中一个也被震到电路都烧到冒烟了。接着 G-Man 在上空出现，他也戴着耳机，用激光攻击这座小镇。这里可以发现，他的激光威力变弱了，而第57集他攻击泰坦监控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在第60集的时候，也可以见到他的激光增强器已经被拆了下来，现在打仗了也还没装回上去。而且有一点非常奇怪，你们有没有发现 G-Man 的眼睛变成白色了？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弄瞎呢？如果要防电视人，戴眼罩就可以了啊，除非把他弄瞎的是另有其人。看来在60到62集期间，马桶基地应该有发生了一些大事。我们接着看，高脚蜘蛛马桶从右边的建筑物出现，上空也可以见到新的轰炸机马桶人。这个轰炸机马桶人感觉上实力非常的强悍，他身上还载有8枚的导弹。可是当他把导弹投下来时，怎么感觉一点杀伤力都没有，就像放了一个烟花没了。整座小镇目前已经被马桶人给占领。视角主角回过头，见到博士庞大的身躯在缓缓离开，而监控人的直升机也正准备要撤离，可是到最后还是被打下来了。接下来就出现了非常残忍的画面，一个巨大音箱马桶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监控人，活生生的将它撕成了2段。这个奇怪的变种音箱人我们也在37集见过，不过他们的脸不太一样。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大监控马桶人，他的右手也被改造成了一把电锯，他把视角主角抓了起来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对他进行什么残忍的折磨。第62集完。我们先来看看刚才出现的车牌号码，这一个车牌号码是24724，这样看是看不出有什么东西，不过当我们把所有的号码加起来的话，会拿到19。重看第19集就会发现天台上面有3个监控人，一个在吃着薯条，一个在吃着爆米花，还有一个在喝着汽水。这个在喝着汽水的监控人就是第62集喝着汽水的监控人，他们喝的汽水杯也都一模一样。我们重看这个车牌号码，247的后面有一个点，然后就是24。如果我们分开来加，就会拿到13和6，1加3等于4，我们就拿到了46。我们重看46集，可以发现到里面也有一辆废弃的蓝车，而这辆非常的相似。而我之前也说过了，在大树旁边站着一个神秘人，蓝车、神秘人，神秘人的面前就是泰坦电视人，所以我猜测这应该是预示了泰坦电视人可能会在下一集回归。回到第62集，刚才视角主角濒死前看到的那双脚，对应刚才出现的蓝车，没错，应该就是神秘人了。神秘人不懂是不是穿上了耳机，他竟然可以完全无视博士的音波攻击。如果他没穿耳机的话，那他一定是凌驾于马桶博士之上的存在。这个神秘人见到视角主角被攻击，还非常好心的给了他一个耳机，看起来就像是在帮助监控人的。不过仔细看的话，还是细思极恐。第一，马桶人是突然攻进来的，他是怎么生出个耳机给视角主角呢？第二，就算他有凭空造物的能力，为什么他只救视角主角，不去救其他监控人呢？第三，视角主角到最后似乎都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，那么神秘人救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之前神秘人出现后，联盟都会发生灾难，62集也一样，只不过神秘人给主角耳机的行为实在是可疑。我猜测这段录像会不会像第60集那样，其实是在巨大电视人的屏幕中播放，而神秘人救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联盟看到现在的惨状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博士和高脚蜘蛛马桶并没有马上把主角给杀掉，而是到了最后大监控马桶人才把他抓了起来。看来马桶人就是使用这种方法来直接向联盟宣战。
也顺便来打击联盟的士气。而最后出现的2个变种马桶人，也是博士早期残忍的实验。这个巨大音箱马桶人在37集后就没有再出现了，没想到现在再次回归，而且还加了一个大监控马桶人。这类型的马桶人看了心里还真的是有点不舒服，而且他们的攻击手段还很残忍。如果马桶基地还有很多被禁锢的联盟成员，不排除以后会见到更多类似的变种马桶人。博士利用他们上战场，也是能大大的打击联盟的士气。毕竟这些变异马桶人也曾经是他们的队友。这一集联盟大挫败，接下来的几集应该会有联盟和马桶人之间的大规模战争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。你们还发现哪些我还没说的彩蛋呢？请记得在下面留言哦。还没点赞的朋友，请记得点赞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最新的视频哦。好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